何鸿燊被称为赌王，那么和鸿燊赌技如何？有一本书的名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它就是赌王的传记，不赌就是赢。在对待赌博的问题上，何鸿燊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不赌为赢，不仅赌王自己不赌，而且也不允许家人赌博，他深知赌场十赌九输的真理。用其接受电视台采访的原话来说是，我一向劝人赌博当是一种玩耍娱乐，千万不要过分赌，因为你过分赌未必有得赢，因为我是抽水的，但是人们不听。即是40把不输不赢，打平手，你已经全都没了。深谙赌场规则的赌王坦然地说道，再有钱也没法子够赌场赌的。博彩行业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不怕赌徒赢钱，就怕赌徒不来。赌场深知，只有赌徒一直赌，那么他总有输光的一天。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如何破解？是神志不清，还是被人下了药，还是毒瘾成性？嗜赌是人类天然的弱点，尤其对中国人来说，赌性更为严重。黄赌毒三害中，毒瘾虽然最大，但对家庭财物的破坏最为严重的是赌博。对于亿万富翁来说，即使天天沉迷于吸毒，以现在毒品的价格计算，也未必会耗尽财富。然而，一旦陷入赌博的漩涡，无论拥有千万还是亿万家产，都可能因赌债而一贫如洗。切记，切记，无论是老虎机还是真人赌博，有些人输光了离开，算是有定力的；有些人输了之后又取钱再来，更有甚者是输光后又借钱继续。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为何会如此？接下来将与大家分享几个亲身经历，涵盖了赌博的各个方面，生动而深刻，希望能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案例一，可能没有几个像李明这样因为赌博而如此惨痛，彻底丧失人性的人了。李明从未想过自己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在2011年，李明接触了赌球外围，第一次下注4000元买了个冷门，竟赢了大约26000元。赌徒的可怕之处在于对价值观的颠覆，以及对劳动价值的否定。不到3个月的时间，李明就赢了超过29万元，本金只有55000块，而正常工作辛苦劳累1年，也难以攒下3-5万元。李明竟然辞掉了当时大型建筑国企编制员工的工作，回家专门赌球。这是李明自我毁灭的开始。具体经历就不多说了，每天都在赌博，一到5大联赛就通宵赌博。李明自己也研究了很多，甚至做了计划，但依然是赢了几天，一天就输光，不可避免地开始赔钱。庄家抽水存在的意义，就是赢了抽你3%到5%，玩下去就是无限接近于负收益。说起来可笑，李明还是做过预算造价的，明明小学生都懂得简单道理，但在毒瘾发作时，李明只想不停地赌博，想方设法弄钱。到了2015年，李明已经身无分文。李明连父母留给的50万元结婚生子的钱也输光了，手头只有几千元，连房贷都还不起，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如果当时能够停下来，找个工作还是能够过得不错的，但对劳动价值的否定已经根深蒂固，何况那种一个周末赢到14万元的经历一直在脑海里回放。这时的李明已经被多巴胺操控，成了行尸走肉，走向了毁灭的第2步。身无分文的时候，李明突然想到手里有几张招商、交通、中信信用卡一直没有用过，而这些卡下面都有各种贷款。于是李明办了7-8张信用卡，开始了他的补天之路。李明不能接受失败，计划用半年时间赢回失去的一切。赌徒的筹钱能力很可怕，李明最后办了11张卡，凑了40万元的赌资。慢慢的，有耐心的下注，甚至几百地玩。第1个月下来，果然达到了目标，并且可怜的心里暗示自己不能急不能躁。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连输的时候什么计划止损都抛到脑后，
只想迅速翻本，逆着事物的发展规律逆天而行。这是赌徒可怜的幻想。最终不到3个月，从赢了20多万元到彻底清零。此时李明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甚至找工作都觉得可笑。李明曾经接到不少公司的人事邀请，但甚至连吃饭、交物业费、电费都困难重重，都不愿去上班。最可怕的是，李明否定了劳动的价值，输掉了110多万元，其中90多万元来自父母和银行。巨大的债务危机和想翻本的心理暗示，让李明走向了疯狂和灭亡。李明开始在市面上的高利贷公司，诸如平安、宜信等疯狂借钱。李明有物业和刑事证，下的额度还比较多，一家6到10万，利息是恐怖的月息3%。不到半年，李明又输光了。此时信用卡已经填不住了，招商、中行逾期半年以上都准备起诉李明了，小贷更是还不起。李明后来算了一下，1个月要还6万多，光是利息1个月就有2万多。如果此时李明能跟家人好好沟通，找亲朋好友借钱补上漏洞，彻底戒赌，还可以继续做人。但是李明没有，李明居然瞒着父母卖了一套130平的房子，拿到海湾按揭后的剩余款项，还清所有欠款后，只剩下可怜的50多万。于是李明找了个酒店包了1个月，手机关机办了网银盾，不停地赌，内心在呐喊，必须要赢回来，至少得赢个50万就不赌了，重新买一套按揭小房子，好好过日子。1个月后，李明输的只剩3万元了。这时李明已经计划自杀了，实在对不起父母。写好遗书，把3万元支付宝转给了妈妈。可是站在酒店的楼上，李明的脚不停地抖，真的害怕。李明唾弃自己，赌的时候什么都不怕，现在倒是怕死了。在李明下定决心买了很多酒壮胆的那个夜晚，李明的父母通过开房记录找到了他。李明当时失联了1个月，李明的父亲让他回家。回到家，李明在床上躺了2个月，什么都没干，家里人也没有过多责备他。一切酿成大错，特别是第2年房价涨了100多万，李明的父母辛苦开了一辈子饭馆，给李明在城市买房凑首付，给李明凑的结婚钱被李明短短2、3年内挥霍一空，曾经殷实的家庭因此不堪重负。过了半年没有自杀的想法了，李明决心戒毒，好好做人。可是多年来扭曲的价值观已经让李明无法开始新生活。在老家县城跟父母住了半年，找的同类工作月薪不足3000元。巨大的落差和曾经不赌时的经济状况，以及跟以前同事、同学的横向对比，让李明觉得还是自杀比较好，无非就是勇敢一点，对不起父母。此时李明30岁，没房，只有一辆老行车，身无分文，可以说一无所有。因为赌博14年，婚也离了，后来也不去上班了，天天在家打 DOTA， 想着什么时候上路。直到有一天，李明的爸爸来房间跟他说：“儿子，你去以前的城市重新开始吧，找个小点的企业，一步一步来，爸爸妈妈会全力支持你。以前的事情不要想了，爸爸妈妈商量好了，拿养老金加上这几年店面的租金，给你重新按揭一套60到70平的小房子。”李明决定戒赌，好好生活。李明内心知道自己如果还有钱，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还要赌的，于是李明每个月发工资就微信转给妈妈，让妈妈每天赚100给他吃饭零用，自己去注销了所有信用卡。目前李明已经戒赌14个月，尽管现在积蓄只够以前买一场英超，只够在这个大城市买个马桶面积，但是李明可以安心地跟父母聊天，可以安心地给父母买点小礼物，可以安心地对着镜子中的自己说你还是一个人。希望李明在有生之年能够弥补完自己的过错。案例2，作为一个移民澳门并长期在赌场做事的人，应该有资格回答一下。很多人不解，为什么明知道赌博是有害家庭、有害人生的事，还有那么多人义无反顾地沉沦下去？因为人性啊，人的本欲总是带着贪念的。工作的人会希望自己能赚更多的钱，谈恋爱的会渴望得到对方更多的爱，努力进步的人会寻求更高的自我实现，
甘于平凡的人会盼望没有挫折的人生。其实每个人都有贪念，贪就是你的欲望，只是我们每个人贪的东西都不一样。曾经接触过许多赌客，他们拥有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财力，他们很可能一个晚上输的钱是普通老百姓10年的存款。有些老板甚至宁愿把钱送给赌场，也不愿把他欠公司员工几个月的工资付清。赌场真正的客人永远不是那些过把手瘾的赌客，而是这些掌控无数普通人饭碗、站在食物链高层的人士。接下来会以一些客户为例子，让大家更深入了解这些赌客的本性。一般澳门的长期赌客都分为3大类。冒险类赌客，老板是一个年仅30岁的富二代，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澳门。他每次都会拿2到300万的筹码，每次一开头就压40-50万，赢了以这个数字继续压，如果看到好的路子，他会一口压80万。如果输的只剩下几十万，他也毫不犹豫地全压了。他每次从开始到结束不到20分钟，要么赢个400-500万，要么全输了。对于他而言，赌博是什么？是刺激啊！他在乎的不是赢多少钱，而是那种心跳加速，最后如愿的快感。赢钱的那一刻，仿佛这个世界都站在了他那边，被命运之神所眷顾着。人生中能有多少次体验到这种快感？简单来说，未来的事永远是未知的，但在赢的那一刻，仿佛掌控到你的未来，世界如你所愿，未知变成了预知。但赌场偏偏最不畏惧这类人，你赢100次，但你可能一次就连本带利输回去了，因为这类人永远不服输。在商场上，这类人其实成功的很多，但在赌场上最终只会成为输家。依赖类赌客，老板必是某农村的企业家，年龄大概50来岁。他一般会拿200万去玩，每次只是几万几万的压，赢了就拿赢的钱去压。他往往赌得很平稳，不急不躁，每次都能赢个80到100万。他试过整整赢了1个月，有时赢个几十万，有时赢个100万，反正就没怎么输过。但一旦他的本金输了50万以上，他整个人就会完全不一样了。他会非常急、非常冲动的几十万几十万的压，当然一旦本金赢回来了，他又会几万几万的压。直到有一次，他连输了几把后，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赌博入魔的状态。他连输好几把，然后开始压几十万，输了再压几十万，再输就全压了，然后输了又拿了几百万，这样疯狂地压。那一个星期他输了大概2000万。他曾经说过，澳门赌场是可以长期赢钱的，只要你别太贪，最终你才会赢大钱的。后来仔细想想，他一年公司的利润大概300-400万，但他在澳门待1个多星期就已经赚了他1年辛苦赚的钱了。不只是他，现实中许多沉迷于赌博的人也是这样。赌博它可怕在哪？它可怕在于它很容易让你产生你的努力变廉价了这样的误区。它使你失去了努力靠劳动去赚钱的积极性，它也使你拥有了逃避生活的念头。这个世界，哪怕是职业赌徒，也无法靠赌博来持续盈利，只有靠建立博彩公司盈利。空虚类赌客，老板 C 和 D 是大客户，他们拥有身价10亿的资产，但无法想象他们1个月里有20多天都在澳门。为了能长期待在澳门，不惜办了菲律宾护照。老板 C 长期在美高梅的老虎机贵宾厅里，他可以在老虎机上坐整整12个小时，连吃饭都没离开过。老板 D 热爱玩百家乐，也是长时间待在赌桌上，赢了钱没见多高兴，输了钱也没多大反应。有一次，老板 C 跟 D 说，这些老虎机就是无底洞，再多的钱也装不满。然后问他，那你还那么爱玩啊？他说，因为除了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想做的了，只爱玩这个。一开始想不透这是什么想法，有那么多钱可以做多少事啊，为何非要把钱送给赌场呢？后来想通了，想当然的被电视书本上的成功人士迷惑了，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成功了，应该会像乔布斯一样改变世界，应该会像马云一样不断追求更大的成就，应该会像巴菲特一样
致力做慈善。但没想过有些人一旦钱多过头，他们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有这个资产，想要有的都不难有，山珍海味吃过了，网红女星上过了，再高级的服务和商品也都享受过了。说追求成就，赚那么多钱已经心满意足了。说做慈善，钱是我赚的，凭什么非要捐出去？接下来还有什么可以做呢？赌钱啊，反正钱有的是，在金钱游戏的背后只是一颗枯竭的内心。最后老板悉数到负债几千万，老板弟还在赌桌上沉沦着。以上说的都是人对赌的本性，接下来再说说外部影响。去过澳门的朋友应该知道，赌场有着许多优惠的诱惑，让你一来再来。办张会员卡，赌钱可以刷积分，积分可以送手机、送酒店房间，甚至送赌本给你。而贵宾厅一般都是靠洗马仔、赌厅中介带大客过来，你过来赌钱会帮你订酒店，派专车过来接你，吃饭他们包了。如果你赌的大，还会派直升飞机来接你，甚至有时候还会帮你买这买那，比代购还贴心。许多游客可能不知道，贵宾厅很多都是洗马仔直接牵马给你赌，就是一旦认可你的实力，你过来澳门不用带赌博本金，他向赌厅借钱给你赌，赢了可以换现金拿走，输了就给个期限打钱过来。这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商业链了。如果你嫌赌桌台上限太低，或者想玩刺激点的，可以赌托底、托2、托3，甚至有托50赌本上亿的也有。如果你热爱赌博，又嫌老去澳门麻烦，可以啊，这里有电话投注，你安装一个百家乐软件，他每把都会告诉你点数，你说压多少他就给你压多少。为什么那么多人热爱百家乐？因为它公平吗？错，是因为它有路子。路子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骗局，它让每一个玩百家乐的人都深信它的局势规律。抛开赌场，再说说赌场外的。澳门娱乐场除了赌场，最多的是什么店？奢侈品店和珠宝店，然后就是夜总会。夜总会的姑娘全是顶级美女，还有世界各国的，俗称8国联军。你很容易就被周围这种纸醉金迷的气氛所感染，每家店都在刺激你的钱包，而周围的赌场就像装着定时炸弹的提款机，向你亲切地招手。忘了说，你会惊奇地发现，赌场区那一带的餐厅居然没有什么葡国菜或港式菜，绝大多数都是内地各种地域菜，什么东北餐厅、川味餐厅、湖南湘菜、上海菜馆等等，熟悉的菜式照顾了每一个过来的内地旅客。而且澳门跟香港最大的不同是，香港人面对内地客是傲娇的各种嫌弃，而澳门人见到内地旅客是恨不得装成孙子般跪舔。在他们眼中，虽然也看不起内地人，但有钱就是爷呀。最后，作为一个待了8年的澳门居民，其实一直都不太喜欢澳门。这是一个把金钱至上这4个字展现得如此赤裸裸的城市，哪怕是奢华艳丽的上海，也比不过澳门的现实。即使是做赌场这一行，也衷心希望各位别太接近赌博，它有毒，而且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感觉说着说着越来越偏僻了，现在要回到主题。为什么他们非得输光才走，甚至还要借钱？因为一句话，有赌未为输。大多数赌客的内心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输家。案例3，突然发现大多数人对于充斥在我们身边的魔鬼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了解，也不曾了解我们身边那么熟悉的亲人和朋友究竟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那个贪婪、恐怖、丑陋的赌徒的。一个真正的赌徒从来不是天生的，他们曾经也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人，只是一个偶然，一丝贪婪，一步一步走向了魔鬼的深渊。一个答主讲述了某个地方的黑赌场是如何运作赚钱的。说实话，这并不是一个赌场，而是一个打着赌场名义的集体骗局。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功能。也就是说，上述人的钱不是赌输了，而是被骗了。那么，是不是如果去到一个合法的赌场，去到澳门，就能摆脱输光了才走，借钱去赌，倾家荡产的惨剧呢？肯定的告诉大家，不会。赌到最后的结局绝对是家破人亡，输尽最后1分钱。与其说是10赌9输，不如说10赌10输。
先肯定下拉斯维加斯，澳门赌场的运作方式绝对和黑赌场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绝对不会为了某一个赌客花这么长时间、精力去布一个千局。赌场是靠大数法则来进行盈利的，后面会细说。这就是来答题的原因，大家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了解赌博，了解赌徒的心态，所以很多朋友无法理解和帮助自己身边嗜赌的亲人和朋友。哪怕国内那些所谓的戒赌卫士在各大节目中演示再多次神奇的签术、高超的牌技都没有用，因为赌徒也知道这不是赌博，这是骗术，所以只要找到一个公平的、合法的赌场，我们就可以赌博了。下面来细细说说，一个正常的人，一个那么熟悉的亲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那个可恶、丑陋、毫无人性的赌徒的。一个人参与赌博到最后成为一个彻底赌徒，将整个过程分为以下4个阶段：警惕阶段、沦陷阶段、补天阶段，最后是逢赌必输阶段。警惕阶段，初涉赌场的时候，大家心中都是十分警惕的，开始是小心翼翼的下注，以娱乐为主，赢了几千块，输了几千块就会收手。这个时候普遍还是能管得住自己的。偶然一次赢了5万块，就开始幻想每次来赢5万块就走。在澳门可以免费吃吃喝喝，除了赌澳门，其他各项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哈，这是题外话了。好，于是你陷入了每次为5万块奋斗的过程。过程中你会经历运气特好，上桌就赢了5万，转身走了，你轻松做到。上桌赢了2、3万，没到目标继续，然后开始输了，连盈利输了5万了，不甘心继续，反正上次赢了。结果你赢回来了，于是你有了很多赌桌经历，输了10万又赢回来了，赢了4万没走，输了又打回来。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生了2个改变：一，你的注码似乎越来越大了，因为当你输10万想赢回来的时候，你必定会提高投注额。2，你有了很多输5万、输10万、输15万赢回来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你赌博没有什么用，但要记住，这些经验埋伏着、累积着，直到下一次来摧毁你。可能说到这里，大家不太明白这种经验的重要。举个事例，某人在澳门最初几次时，有一次筹码输到只剩最后5000，心灰意冷，烦到极点，想着一把压对子好了。百家乐的一种玩法，压庄或者闲的前2张牌是对子，赔率是11倍，当然概率会算的都知道，大概是1/13。结果就那么巧，刚好开了庄对，那一把后运势突然来了，竟然反败为胜。自那之后，他每次输的只剩最后一个筹码时，都会压庄对，却再没中过。后来算了一下之后，压在这上面的钱绝对已超过当初中的5万5。他在压庄对这个玩法上，最终还是输的。如果当初没中，后面肯定不会压。这就是所谓经验对赌徒的影响。沦陷阶段，每个赌徒都必定会某一天在赌场特别不顺，开始输了10万。这时以前的经验出来了，上次输10万又赢回来过，不急。来条好路，百家乐每一次结果都会被记出来。所谓好路，就是结果很有规律性，长龙、单跳、双跳等一次就能翻本。但这一次似乎怎么玩都赢不了了，越输越多，之前赢的都输了，甚至已经伤到本金了。这一次是他赌博生涯上的第一次滑铁卢，每个赌徒都会记得这次让他彻底沦陷的赌局，它标志着他彻底成为了赌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一定要输完才会离开赌场。人都不服输，相信会赢，这些信念都不足以支撑继续玩。只要有过相同的经历，最后10万赢过100万，输了50万又赢回来了的经历，才促使继续玩，哪怕最后一个筹码都一定要压上去，因为那是希望，赢回所有的希望。补天阶段，什么是补天呢？4级废，9州裂，擎天之柱轰然倒塌，女娲炼五色石而补青天。大败之后，赌徒妄图用这样的方式弥补之前造成的窟窿。人是一个很贪婪的动物，
一旦到了你口袋的钱，再拿出来，你心疼的要死。在澳门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用5万赢了100万，一天后继续赌输光了这105万，结果他跳楼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输了105万。明白了吗？经历一次滑铁卢后，赌徒想的是我要翻本，等我赢回上次输的钱，绝对不赌了。看吧，赌徒又发誓了。记住这样的誓言，赌徒会发很多次。因为上一次滑铁卢输的钱比较多，例如一次输了80万，上海有理智的赌徒觉得自己肯定一次赢不回来，开始制定补天计划。一次有难度，那就分几次喽，分几次赢回来，80万分10次，每次赢8万行了吧？这样总该简单些了吧？于是开始了周而复始的赌博。这个故事清楚地展示了赌徒的心理状态和赌博的危害。赌博不仅会让人丧失理智，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还会摧毁家庭和社会。因此，禁赌是为了保护人们远离这种陷阱，保持理智和健康的生活。希望通过这些真实的经历，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赌博的危害，从而远离赌博。赌博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何鸿燊的故事和李明的经历揭示了赌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危害。正如何鸿燊所说，不赌为赢，这是他多年经验总结出的至理名言。那些沉迷于赌博的人，总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认为自己能够赢回失去的一切，然而结果往往是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禁赌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更是为了保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愿你我都能保持清醒，远离赌博，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